乐圈与体育赛道的交汇点，王一博与肖战的名字早已紧紧相连。从《陈情令》开始，他们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并肩者。王一博冷静坚毅，代表速度与突破；肖战温润细腻，代表感性与温情。他们看似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，却在关键时刻交汇。2024年的上海国际赛车场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并肩出现，但却是最震撼的一次。王一博用实力征服赛道，而肖战用真挚的泪水征服观众的心。当两者相遇，那种力量超越了语言，仿佛命运的安排。王一博的赛车生涯并不只是光鲜亮丽的领奖台，背后是无数次的训练、跌倒与爬起，是数不清的夜晚在模拟器前的孤独努力。他从偶像到车手的跨界之路，曾饱受质疑。很多人认为他只是明星玩票，可这一场比赛，他用实力赌上了所有的质疑。当方格旗挥下，王一博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，他并没有立刻欢呼，而是沉默着，握紧拳头。那是属于真正赛车手的坚毅表情。他知道，冠军不只是属于他个人，而是属于所有支持他的人。而就在这一刻，镜头捕捉到站在观众席边缘的肖战，眼神专注而热烈。颁奖典礼上，最震撼的不是王一博高举奖杯的瞬间，而是肖战眼泪决堤的画面。他站在舞台边缘，努力克制，但泪水却止不住地滚落。这种泪水并不是脆弱的象征，而是情感的极致爆发。那一刻，所有观众都明白，这不仅仅是为朋友骄傲的泪水，更是见证梦想实现的泪水。肖战的眼泪让整个现场安静下来，仿佛连掌声都停顿了一瞬。世界静止，心却在颤动。观众最无法忽视的问题是，这究竟是友情，还是超越友情的情感？自《陈情令》播出以来，肖战与王一博的关系一直是舆论的焦点。有人说他们只是合作伙伴，有人说他们是最真诚的朋友。但这一次的泪水与拥抱，让无数人心头一颤。在亿万观众面前，情感最难伪装。肖战的泪水与王一博的眼神交流，就像一场无需言语的对白。有人感受到兄弟情深，有人却读出了更微妙的默契与牵绊。当视频被上传至网络时，瞬间引爆热搜。无数网友在弹幕与评论区疯狂刷屏。这是我见过最动人的泪水。这已经超越了胜负，这是灵魂的共鸣。短短数小时，相关话题阅读量破亿，成为全民讨论的焦点。娱乐圈的媒体人也纷纷发表长文，试图解读这场超越演艺与体育的奇迹。有人说这是兄弟情深的典范，有人说这是中国娱乐史上最真挚的一幕。人们常常说戏里戏外不一样，但对于肖战与王一博而言，荧幕上的羁绊似乎早已延伸到现实中。陈情令让他们在荧幕上成为彼此命运中不可或缺的人，而多年之后的颁奖台又一次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观众无法不将虚构与现实重叠，在心中构建出一个更宏大的叙事。泪水就是最真实的证据，那不是演技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。肖战的泪水之所以震撼，并不只是因为他是顶流明星，而是因为这种情感是普世的。每个人在观看时都能联想到自己的某个瞬间，为朋友骄傲，为梦想感动，为努力见证。这就是为什么全网都在刷屏世界静止。因为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，仿佛在等待泪水落下。那是一种超越偶像与粉丝的集体共鸣。未来，当我们回顾2024年的娱乐与体育史，这一幕必将成为经典。它不仅仅是一场颁奖典礼的插曲，而是一个载入史册的瞬间。就像奥运会的拥抱，就像世界杯的泪水。肖战与王一博用一个眼神，一次落泪，把友情、梦想、拼搏与真情凝聚在一起。历史会记住王一博的冠军，更会记住肖战的泪水。因为那泪水让一个瞬间变得永恒。当然，舆论的狂潮中不乏不同的声音。有人感动到泪流满面，也有人冷静分析，质疑是否有炒作的成分。但无论如何，
这都不影响它带来的震撼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所有人统一口径的赞美，而在于它引发了讨论，引发了思考。友情的边界、梦想的代价、情感的真实，都成为了热议的焦点。而这种讨论恰恰说明了这一幕的历史价值。当掌声散去，赛场归于宁静，那个泪水的瞬间依然在无数人心中回荡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力量不是速度的极限，而是心灵的共鸣。肖战的泪水与王一博的荣耀共同组成了一首动人的乐章。这首乐章属于他们，也属于我们。很多人以为站在聚光灯下的男性必须强大克制，尤其是顶流与冠军。可那天的领奖台，肖战没有选择完美无瑕的体面，而是把脆弱坦然地交给了镜头。这份脆弱不是退缩，而是面对真情时的直面与承担。长期以来，流行文化把男性情绪训练成功能性表达，盛时昂首，败时沉默，喜可笑，悲要藏。而肖战的眼泪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公众对男性情感权利的再讨论。如果连明星都不被允许哭泣，那普通男孩要把眼泪藏到哪里？当泪水沿着脸颊划过，屏幕另一端无数男生突然意识到，原来被看见的脆弱并不可耻。心理学上，真实表达能迅速提升群体共情与信任。在社交关系里，脆弱是一种高等级的勇气，因为它意味着我把最不安全的部分交给你。这正是那晚的震撼所在。王一博的荣耀像钢铁，肖战的泪像水，钢与水相遇，形成的是更牢固的合金。这份脆弱也指向长期被忽略的情绪劳动。偶像不是机器，他们管理的不只是身材与作品，更要驾驭海啸般的公众期待与流言。表面上，泪水只占据几秒镜头，本质上，它是多年压抑后极端密度的情感喷薄。它穿透了职业与身份，把名人粉丝的纵向关系扭转为人人的平视对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被记录、被转发、被热议的泪水，将在青年男性群体里产生连锁反应。当表达悲伤成为一种可被肯定的行为，情绪压抑的阀门被拧开，抑郁与自责的暗河就有了出口。文化的进步从不喧哗，它往往始于一个轻微的，但足够真诚的颤动。那一刻，肖战不仅为朋友落泪，也是为无数学会伪装的男孩落泪。允许自己柔软，正是一个人能走得更远的开始。一场胜利，一次落泪，为何能越过娱乐版面，成为社会话题？答案在于情绪回响。王一博的速度与记忆提供了事件核，肖战的情感释放则提供了传播引擎。二者叠加，构成可被无限转述的叙事母题，努力见证拥抱流泪。它足够简洁，足够强烈，因此适合短视频的二次创作与平台算法的加速分发。涟漪首先在粉丝圈层扩散，数据组以高效协同完成多语种剪辑，时间轴校对，长短版适配。二创博主以反映视频心理拆解、幕后猜想等多维标题切入，把一个瞬间延展为可 binge 的内容矩阵。品牌方与赛事方也迅速捕捉到情绪价值，围绕真实、同盟、见证的磁场进行共创，既放大了冠军叙事，也温柔地托举了脆弱表达。然而，商业化总有边界，过度的情绪采矿会把真实消解为套路，让泪水沦为 KPI 的材料。健康的做法是在尊重当事人边界的前提下，将注意力引导至更具长期意义的议题：青年心理健康、跨界追梦的艰难、伙伴关系的力量、体育精神的社会化传播。与其消费情绪，不如建设情绪，把共鸣转化为对现实的善意改变。这场回响也在重塑偶像的定义，不再只有唱跳演，而是勇气、纪律与共情的综合体。王一博的冠军告诉年轻人，专业主义可以击穿偏见；肖战的泪水告诉年轻人，敏感同样能成为力量。